想象一下，你已经拼了命地往外冲了整整38年，你甩开了火星，越过了木星，穿过了冷得发黑的海王星轨道，眼看就要摸到那道离家50多亿公里的门槛了。再迈半步就是真正的解脱，是旅行者1号头也不回扎进去的那片永恒深空。可偏偏就在2023年12月9号这天，在那个连一丝光都没有的死寂尽头，一只看不见却硬得吓人的大手冷不丁从背后掐住了你的后领。它不光让你当场刹住，还蛮横的把你拧了个180度，逼着你掉头往回挪。这场憋了几千万年的宇宙大逃亡，就在这一秒又一次泡了汤。它就是那颗人人都听过名字的哈雷彗星。一说起咱们脚下这片太阳系，你脑子里先蹦出来的八成是那8颗规规矩矩的行星，地球、火星、木星，你打小就知道它们绕着太阳转，因为它们贴得近，抬头几乎天天都在。可几乎没人反应过来，哈雷彗星其实也是这一大家子里正儿八经的一员，它照样老老实实的绕着太阳打转。那你为啥总觉得他是个偶尔溜达过来的外人，甚至干脆把他给忘到脑后了呢？说穿了，就是他那个回归的周期实在太长，他得隔上76年才肯露一回脸。一个人活一辈子，顶天也就撞上他一次，你自然很难把他跟那些天天见面的行星摆到一块儿去想。这个76年的间隔其实藏着点门道，它就像老天爷悄悄给咱们刻的一道生命尺子。76年不多不少，刚好够一个普通人过完一生。你要是出生那年正巧错过了他，那下回想再瞅他一眼，恐怕就得等到自己白了头抱上孙子的时候了。而这一轮的兜圈子，眼下其实已经走完一大半了。打1986年他上回登门算起，他花了将近38年，一门心思的朝外头飞，连头都没回过。直到2年多以前，也就是2023年12月9号凌晨1点29分，他才总算摸到了这趟远行的最尽头。天文学上管这地方叫远日点，它此刻就悬在海王星轨道外面，离太阳超过了53亿公里。这是个啥概念？咱们住的这颗地球离太阳也就1亿5千万公里上下，它现在的距离是咱们地球到太阳的整整35倍。在那片冻得发僵、静得瘆人的空间里，连太阳看上去都不过是颗比旁边稍微亮一点的星子罢了。哈雷彗星就处在那儿，它飞行的速度也慢到了这辈子的最低谷。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就在2年多前的那一刻，这个在宇宙里晃荡了几千万年的大块头，它挪动的速度居然跟咱们在地上坐的高铁快不了多少。它待在那儿，活像是彻底跑没了力气，停顿了那么一瞬，才慢吞吞地调转车头。算到今天，他已经在这条长达38年的回家路上走了2年多了。说到这儿，你有没有觉得哪里透着点古怪？你琢磨琢磨，他都跑那么老远了，离太阳50多亿公里，在那种荒到极点的地界，太阳的引力早就弱得没法想象了。咱们熟的那几位太空探险家，像旅行者1号、旅行者2号，他们飞到这个距离的时候，那可是真真切切头也不回，直接就朝星际空间冲了出去。那是货真价实的星辰大海，一走就再也不带回头的。可为啥偏偏是哈雷彗星都逃到这种悬崖边上了，他就是不肯一咬牙冲出去呢？他明明像个已经跑到崖边的逃犯了，为啥不干脆纵身一跃？只要再攒那么一把劲，他就能彻底挣脱，去闯更深更远的宇宙。到底是股什么样的劲儿，能隔着50多亿公里，跟隐形的铁链似的，愣是把他给拽住了。而且还不光是拽住，他还能逼着他在那儿乖乖转身，老老实实往回走。这股力量你要是想不明白，就摸不透这整个宇宙运转的最底层那套道理。你8成会脱口而出，那不就是引力吗？初中物理课上就讲过，没错，这确实是引力。可你有没有想过，引力这玩意儿它并不是没有对手的。一个东西只要速度够快，
它是完全有本事甩开引力溜走的，就像那些不按周期跑的彗星，他们一辈子就来内太阳系这么一趟，瞄一眼太阳掉头就走，从此永不回头。可哈雷彗星偏偏不一样，它更像是被太阳系常年关着的一个囚徒，它每回想往外逃，每回冲到那片最黑最边上的地带，总会在最要紧的当口被那根看不见的绳子硬生生拉回来。它到底是在玩一盘什么样的宇宙棋？它那条轨道为啥被抻成了扁到不能再扁的样子？这种在近日点狂飙，在远日点磨蹭的跑法，背后又压着什么样的物理？按规矩，你要是真想看懂这场引力跟动能之间的世纪拉锯，想弄明白这个宇宙流浪汉是怎么被太阳系死死拿捏在手心里的，那接下来的话你可就得竖起耳朵听仔细了。说到这儿，你差不多也咂摸出味儿来了。哈雷彗星这家伙简直就是太阳系里的一个囚徒，任凭他怎么玩命的往外窜，末了总逃不过被拽回来的命。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根隐形的绳子到底是靠什么在使劲？为啥别的天体能撒腿跑掉，就他非得画地为牢？想搞明白这事，咱们得先扒一扒哈雷彗星跑过的那串脚印，也就是它的轨道。你平时在课本上瞅见的那些行星轨道，基本都是圆滚滚的，跟一圈圈标准操场跑道似的。你要是照着这印象去套哈雷彗星，那可就南辕北辙了。哈雷彗星的轨道压根就不是圆的，而是一个扁到骨子里的椭圆。天文学上专门有个词用来量这个扁的程度，叫偏心率。正圆轨道的偏心率是0，要是偏心率蹿到1，那轨道就成抛物线了，也就是你刚才最担心的那种下场，它会头也不回地飞出太阳系。那你猜哈雷彗星的偏心率是多少？ 0.967。 这个数字意味着啥呢？意味着它的轨道被抻得又扁又长，活脱脱像一根被无限拉开的回力棒，就是这么个极端的形状，注定了他这辈子得玩一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的引力蹦极。你不妨在脑子里过一遍这个画面：当哈雷彗星从近日点，也就是离太阳最贴近的那个地方启程时，它的速度快得吓人。凭啥这么快？因为它刚从太阳身边擦着过去，太阳那股强横的引力白送了它一个飞快的起步速度。这会儿的它就跟一个刚从高山顶上俯冲下来的滑雪运动员一样，浑身憋着一股动能，一头就扎进了深空。可接下来这段路就不好走喽，因为它是奔着太阳系外头冲的。这在物理上讲，其实就是在爬坡。你想啊，太阳在它身后一直死死攥着它呢，虽说离得越远，这股攥劲儿就越松，可它从来就没真正断过。这就好比你在腰上系了根特长、弹性又贼好的橡皮筋，然后你撒开腿往前狂奔。刚开始那阵子你跑得飞快，感觉自己都能冲出地球了，可你越跑越远，这根橡皮筋就被抻得越长。虽说每一秒钟多添的那点阻力瞧着不打眼，但它一直在悄悄榨你的体力。说白了，就是在啃彗星的动能。在这整个过程里，彗星的动能正一点一点变成势能。你以为它会就这么一直飞下去？不，这正是引力最神奇的地方。当它飞到50多亿公里外那个远日点时，那根隐形的橡皮筋总算被抻到头了。就在那一瞬，哈雷彗星往外冲的力气彻底见了底，它的动能一路掉到了0。在那片死寂的黑里，它顿了那么一下。可别小看这一顿，这一顿要命得很，因为它这下丢了对抗引力的唯一家伙，也就是速度。此刻太阳的引力虽说早弱到了极点，但它就像个耐性十足的猎人，总算把猎物熬到了精疲力竭的这一刻。于是引力开始动真格了，那根被抻到极限的橡皮筋开始慢慢往回收。哈雷彗星不再是那个往外逃的逃犯，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受重力牵着，开始朝太阳系中心往下坠的自由落体。
它开始转身，开始提速，开始把势能又换回成动能。所以你瞧，哈雷彗星之所以飞不走，就是因为它在近日点攒下的那点家底，也就是那点动能，刚好还没等它逃出太阳系，就被它花了个精光。你要是把它在近日点的速度再多添那么一丁点，哪怕就一丁点，让它的偏心率从 0.967 拱到1，那它今天说不定早就在那片星际空间里逍遥自在的流浪了，咱们也就再没机会见着它了。光是这么一琢磨，你是不是觉得这种引力跟速度之间的拿捏，精准的都有点让人发怵？可这还算不上最神的。你有没有想过，既然它的轨道这么扁，那它在贴近太阳和远离太阳的时候，那速度的落差到底能猛到什么份上？它在那条长得离谱的跑道上，究竟是踩着什么节奏在跑的？关于这一点，宇宙里其实还压着一套更精细的暗规矩。这套规矩最早是被一个叫开普勒的德国人给挖出来的，就是开普勒第二定律，也叫面积定律。这名字听着挺唬人，其实里头的道理特别接地气。你不妨在脑子里想象一下，你拿根绳子，一头拴在太阳中心，另一头拴在哈雷彗星身上，彗星往前飞，这根绳子就会在太空里划过一块区域，就跟你抄着把大扫帚在地上扫出一个扇形似的。开普勒发现了一桩奇事，甭管彗星跑到哪儿，在一样长的时间里，这根绳子扫出来的面积永远都一般大。你看，关键就在这儿了。当哈雷彗星在近日点的时候，它离太阳特别近，这根绳子就短得可怜。为了在同样的时间里扫出足够大的面积，它就非得跟疯了似的往前狂奔，把那个扇形的底边拉得老长。可等它跑到50多亿公里外的远日点，这根绳子被抻得长到了顶，这会儿它只需要轻轻往前蹭那么一小步，因为绳子本身已经够长了，扫出来的面积就已经足够大了。这就好比你在家扫地，要是手里握着一把长达10米的巨型扫帚，你只要手腕轻轻一甩，扫帚划过的地面就大得吓人。可要是你攥的是一把指甲盖那么点大的小刷子，你想扫出一样大的面积，那手非得挥出残影不可。这种现象在物理里还有个更高级的叫法，叫角动量守恒。所以你看，哈雷彗星在那条轨道上压根不是瞎跑的，它一直被这套面积魔法死死箍着。它在近日点飙车是为了兑现约定，它在远日点老态龙钟地遛弯也是为了兑现约定。就是这种节奏感，让哈雷彗星成了太阳系里最孤单的一位马拉松选手。他把90%还多的命都耗在了那片又冷又慢的远日点荒野里，而他真正能被咱们瞧见真正光芒万丈的那点时候，其实拢共就短短几个月。这种憋着一口气厚积薄发的跑法，是不是让你觉得这宇宙其实特别有耐心？不过说到这儿，你八成又逮着一个新的反常识现象了。咱们太阳系里那8位老大哥，也就是那些大行星，他们公转的方向都是齐刷刷的，全都朝一个方向转。可哈雷彗星这家伙，他又一次亮出了他那股叛逆劲儿。他不光在速度上玩极端，连公转的方向都是拧着来的。在这个讲规矩、讲秩序的太阳系里，他简直就是个专门唱反调的逆行者。这个逆行者的轨道倾角高达162度，天文学上管这叫逆行轨道。你可能会犯嘀咕，这么逆着开，难道不危险吗？当然危险，因为这种跑法就意味着它每回穿过内太阳系，都是在跟整个太阳系的引力秩序硬碰硬的对着干。当别的行星都顺着引力的节拍悠哉悠哉的转圈时，哈雷彗星就像个在人潮里逆流硬闯的莽夫。他不光得时刻提防，别一头撞上那些块头巨大的行星，还得随时扛住那些行星伸过来的引力大爪子。你想想看，当他迎面跟那些个头惊人的气态巨行星，比如木星或者土星擦身而过时，那种被引力又拉又扯的滋味是相当骇人的。
就好比你在高速公路上跟一辆重型卡车贴着身子对开而过，那股气流的乱窜能把你那辆小车直接给带偏。所以啊，哈雷彗星的轨道从来就不是钉死不变的，它每回回来一挨这些行星引力的搅和，回归的时间就总会有那么一丁点的出入，有时候早个几天，有时候晚个几天，这就是逆行得负的代价。那么问题就来了，哈雷彗星干嘛非得这么叛逆呢？为啥别的天体都能好端端的排队，就它非得当这个逆行者？难不成它是从别的恒星系一路窜过来的非法移民？还是说在它那副冷冰冰的外壳底下藏着一段咱们还没摸透的身世秘密？为了弄清它为啥非要逆行，咱们得把眼光从内太阳系挪开，投向那个更遥远也更神秘的荒凉角落，那儿才藏着哈雷彗星真正的老家。哈雷彗星真正的娘家就窝在那个被天文学家叫做奥尔特云的神秘地带。你可能觉得太阳系的边儿应该就像一个扁扁的盘子，所有东西都在这盘子里打转。不，奥尔特云压根不是这副模样，它更像是一层又宽又半透明的球壳，把整个太阳系严严实实的都在了里头。这个球壳大到什么地步呢？它离太阳最远的那一头几乎都快摸到太阳引力所能管辖的极限了，差不多相当于走完了通往下一颗恒星一半的路程。在这片望不到边的荒野里，飘着数以万亿计的冰坨子和碎石头，它们全是46亿年前太阳系刚出生那会儿剩下的一堆边角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本该老实待在内太阳系的冰坨子是咋被撵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其实啊，这就是咱们前面提过的那几个大块头行星干的好事。在太阳系刚成型的那段早年，木星和土星这些引力大佬就跟球场上的恶霸似的，仗着自己那股蛮横的引力，把这些碍手碍脚的小冰坨一颗接一颗的踹出了球场。哈雷彗星就是当年被踹飞的其中一员，它在那片没完没了的黑里一待就是好几十亿年。可这还没把它为啥要逆行给说清楚，对吧？你想想看，既然奥尔特云是一层球壳，那就意味着里头的冰坨子是四面八方到处飘的，它们并不像行星那样全挤在一个扁盘子里，所以只要外头稍微有那么一丁点引力上的搅扰，比方说有颗恒星打附近溜达过去，或者银河系的引力轻轻晃了那么一下，这些原本在边上打盹的冰坨子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朝着太阳的方向直往下掉。正因为它们是从一层球壳上掉下来的，进来时的角度完全是撞大运的，有的从上头栽下来，有的从下头钻进去，还有的呢，正巧就逆着行星的方向一头冲进了太阳系。这就是哈雷彗星逆行的身世谜底。他并不是存心要当个违章司机，纯粹是因为他掉进太阳系的那一刹那，命运那个转盘刚好就停在了逆行这一格上。这种打太阳系最边缘捎来的随机劲儿，让哈雷彗星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异类。不过啊，这里头还有个更离奇的细节，既然它是打那么老远的地方掉下来的，按理说它绕太阳跑一圈怎么也得花上几万年甚至几百万年，可为啥现在的哈雷彗星每隔76年就能准时回来跟咱们打个照面？到底是谁在那条漫长的逃亡路上又一回给他施了魔法，硬生生把他的刑期给砍短了？答案就攥在木星这个引力巨头的手心里。木星这位引力巨头是太阳系里说一不二的老大，他那股引力大到什么份上呢？他能把周围所有路过的小天体都攥在手心里随便揉搓。当哈雷彗星头一回从奥尔特云冲进内太阳系时，他其实是揣着一身的狂劲儿闯进来的。他那会儿的轨道半长轴大得离谱，动能也猛得很，跑一圈确实得花上好几万年。可就在他某一次穿过行星轨道的时候，他运气实在不济，或者说是命里注定的巧合，跟木星撞了个正着，
就这一个照面，哈雷彗星的命运就彻底改了道。你想想看，当哈雷彗星打木星身边掠过时，木星那2000万亿吨的分量可不是闹着玩的。木星那股强横的引力就跟一只看不见的巨掌似的，趁着彗星路过的那一瞬，狠狠地从后头拽了它一把。在天文学里，这有个专业说法，叫引力弹弓。搁大白话讲，木星就是在哈雷彗星逃奔深空的半道上，替他踩了脚急刹。这一脚刹车踩的那叫一个狠，他硬生生夺走了哈雷彗星一大把轨道能量，原本足够飞回太阳系最边的势能，被木星这一拽，一下子就拽没了一大半。结果就是哈雷彗星再也没本事飞回那个遥远的奥尔特云老家了，它的翅膀就这么被折断了。原本长达好几万年的跑道，被木星这一拽，硬是给缩成了现在的76年。它从一个漫无目的的远方来客，被彻底关进了眼下这条短周期轨道里。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太阳系囚徒。哈雷彗星之所以能混成咱们的老朋友，全靠木星这位铁面狱卒在背后盯着。可这还没完，木星不光给他定了刑期，还让他的日子过得一点都不消停。因为哈雷彗星走的是逆行轨道，他每回穿过木星轨道的时候都得挨一顿猛脚，这就闹得他回归的时间根本定不下来。有时候被木星拽了一把，他就晚回来几天；有时候被推了一把，他又早回来几年。这种被引力翻来覆去拿捏的滋味，哈雷彗星已经尝了好几千万年了。可话又说回来，对哈雷彗星而言，木星的引力还算不上最狠的一关。在那片越来越滚烫的虚空里，这个冰冷的脏雪球眼看就要迎来最惨的一场剥皮。这场剥皮带来的不光是身上物质的折损，还有人类几千年来攒下的那份恐惧。人类几千年来的这份恐惧，曾经硬是把它捧成了魔鬼的化身。你不妨穿越回1456年的欧洲，那时候恰好赶上哈雷彗星回归，又正撞上奥斯曼帝国的大军在围攻贝尔格莱德。天上那道闪着寒光的扫帚星，在当时人的眼里可不是什么难得的天文奇景，而是魔鬼现了形，是灾祸和死亡砸下来之前的凶兆。关于那次回归，历史上还流传着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段子，说是当年的教皇加里斯都3世，瞅着天上那颗彗星心惊肉跳，为了保佑基督徒能打赢仗，他居然下了一道敕令，正式宣布把哈雷彗星给绝罚了。你知道绝罚是啥意思不？搁当时那套宗教说法里，这就等于要把你逐出教会，扒掉你上天堂的资格。虽说这个故事后来在科学史考据里被证明很大程度上是后人编出来的夸张谣言，可它还是活灵活现地照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几百年前，人类面对这种神出鬼没的天象时是多么的束手无策。人们甚至想拿神学里的诅咒去撵走一颗在几亿公里外转悠的大冰坨。这种被迷信裹得严严实实的黑暗一直熬到了17世纪，直到一个叫埃德蒙·哈雷的英国人冒了出来，一切才开始翻盘。哈雷这家伙不光是个天才的天文学家，他还是科学巨匠牛顿这辈子的铁哥们。要不是哈雷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催，甚至要不是哈雷自个儿掏腰包资助，牛顿那本奠定了现代物理学根基的著作，说不定就永远压在抽屉里发霉了。正因为哈雷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钻研得透透的，他才攥上了一把数学钥匙。1682年，一颗大彗星又一次现身夜空，哈雷可没像前人那样忙着祈祷或者掐指占卜，他抄起笔，在草稿纸上捣鼓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计算。他把历史记录翻了个底朝天，比对了1531年还有1607年的观测数据。结果他惊讶地发现，这3颗彗星现身的间隔居然全都卡在76年左右。哈雷脑子里猛地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难道这3颗彗星压根就是同一个家伙？他掏出牛顿的引力公式，
甚至把木星和土星的引力搅扰都算了进去，最后在那叠厚厚的算稿上捣鼓出了一个足以改写历史的结论。他在1705年公开放话，说这颗彗星根本不是什么神灵派来的使者，它不过是太阳系里的一个普通成员罢了，而且它铁定会在1758年的年底再一次撞进地球人的眼帘。这可是一份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契约。可惜的是，哈雷本人没能熬到亲眼见证奇迹的那一天。他1742年就撒手人寰了，可偏偏就在1758年的圣诞节，一个德国的业余天文爱好者捕捉到了那道光，哈雷彗星竟然真的如约赴了这场约。就在那一刻，所有关于扫帚星是灾祸凶兆的迷信全都被哈雷那叠算稿砸碎了。这也是人类头一回证明，原来那些高深莫测的天体运行全都是能被算准的。为了纪念这位拿草稿纸打败了恐惧的天才，人们把它命名成了哈雷彗星。不过呢，虽说哈雷把轨道算得明明白白，可碍于当年技术，人们还是只能瞎猜。直到1910年，一桩意外的科学发现，居然又把全人类拖进了末日大恐慌。这场由氢气引爆的末日大恐慌，起头是一项当时挺前沿的技术。天文学家刚开始把一种叫光谱仪的家伙用到天文观测上头，这东西能靠着拆解光线分辨出天体里头到底藏着什么化学元素。他们满心期待地把仪器对准了哈雷彗星那条尾巴，结果测出了一种剧毒物质。什么物质呢？氢气。你在侦探小说里肯定听过氰化物的大名，那可是只要沾上一星半点就能当场咽气的毒药。这消息一放出来，立马在科学界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本来这就是一项冷冰冰的科学发现，结果有个专家没管住嘴，随口撂了一句。他说，要是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时候正好一头扎进这片毒气尾巴里呢，那全人类岂不是都得被毒趴下？这句话一登上报纸，那场面可就彻底失了控。当时的全球媒体就跟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似的，在头版头条上渲染末日气氛。老百姓哪懂什么光谱分析啊？他们只晓得天上那颗扫帚星带着毒气要来算总账了。于是一场堪称群魔乱舞的闹剧就在全世界各地一块上演了。这可真是一场交智商税的狂欢。有那脑子活络的骗子逮住了这个商机，跑到街头高价兜售防彗星药丸，还有人卖起了防毒伞，声称撑着伞就能挡住打天上砸下来的毒气。老实巴交的穷人们买不起这些玩意儿，只能把家里的门缝窗缝塞得死死的，一家老小躲进地窖里闭门不出。那有钱人又是怎么应付的呢？纽约和巴黎那些上流社会的老爷太太们做了一个相当有电影范儿的决定，他们把豪华酒店的顶楼整个包了下来，办起了末日香槟派对。大伙儿穿着晚礼服，端着高脚杯，心想反正逃不过被毒死的命，那还不如赶在临了这一刻痛痛快快地挥霍一把。然而这场闹剧的收场却是个让人下巴都惊掉的大反转。到了5月19号那天，地球确确实实从那条含着剧毒的彗尾里穿了过去。结果第二天太阳照样从东边升起来，发现连花坛里的一只苍蝇都没被毒死。这到底是咋回事呢？科学家们赶紧跑出来做科普。原来啊，彗星的尾巴虽说在夜空里瞧着遮天蔽日，可它那点物质密度实在是低得可怜。低到啥地步呢？就算是拿咱们地球上最顶尖的实验室抽出来的那种真空，都比那条彗尾里的物质还要稠密。你想想看，那么一星半点的毒气分子被稀释在方圆几十万公里的太空里，就算真的扫过了地球大气层，也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经过了这场闹剧，咱们也该给这颗扫帚星揭一揭它的真面目了，扒开那层长达上百万公里的华丽伪装。它的本体其实相当的不起眼，天文学界后来给它起了个特别贴切的外号，叫脏雪球。
它到底能有多脏呢？天文学家发现，哈雷彗星的主体就是一个长条状的大冰坨，里头掺着数不清的岩石碎渣和宇宙尘埃。它表面的颜色暗淡得很，比咱们冬天烧的煤块还要黑得多。太阳光打在它身上，只有4%的光能被反射出来。平时它在远离太阳的深空里飘着，就是个冻得梆硬的黑石头，谁也瞅不见它。可它一旦跨过木星轨道，太阳的热量开始发力，好戏可就开锣了。它表面那些脏兮兮的冰坨受了热直接升华，从固态一步跨成了气体。这些喷涌而出的气体裹挟着大量的尘埃，在彗星四周围出了一层厚厚的大气，这就是咱们常挂在嘴边的彗发。紧接着，猛烈的太阳风从后头吹过来，把这些气体和尘埃往后一顿吹散，最后就拽出了一条明晃晃的彗尾。也就是说，咱们在地球上瞅见的那个光芒万丈的天文奇观，说穿了不过是一个正在没完没了的融化解体的黑煤球，全靠着太阳的光辉勉勉强强撑起自己那副华丽的假身子。这种壮丽的表演可是得搭上沉重代价的，每回归一次它都得往外抛洒一大堆物质。这也正是咱们在地球上能瞧见流星雨的缘由。说到根上，就是地球这辆大都会列车每年都要从哈雷彗星撂下的那堆太空垃圾里硬生生地碾过去一回。天文学家仔仔细细算过一笔账，哈雷彗星每绕着太阳跑一圈，就会在太空里抛洒掉大约20亿吨物质。20亿吨是个啥概念？这就相当于把好几十座大山硬生生地从它身上给剥落下来。它每回飞过近日点，整个彗星的表皮都会被削掉1到3米厚的一层，那些被太阳烤化了的冰变成气体飞跑了，可那些嵌在冰层里的岩石碎渣和小灰尘却没能跟着它一块儿回家。这些被削下来的渣渣并没有就此凭空消失，它们脱离彗星本体之后，照旧被太阳的引力牵着，基本上还沿着哈雷彗星那条又窄又长的椭圆轨道接着飞。日子一天天攒下来，这些无数次回归撂下的碎屑就在太空里堆成了一条宽的没边的尘埃带。你不妨把它想象成一条绕着太阳的环形垃圾带，里头全是哈雷彗星掉下来的皮屑。巧就巧在咱们地球自个儿绕太阳转的那条公转轨道，刚好跟哈雷彗星这条垃圾带在空间上撞出了2个交叉点。这就意味着地球这辆大都会列车每年都有2回机会得从这堆太空垃圾里硬碾过去。当地球以每秒好几十公里的极高速度一头扎进这片尘埃带时，好戏就登场了。太空里那些比芝麻粒大不了多少的微尘迎面撞上了地球那层厚厚的大气，因为速度实在太快，剧烈的摩擦一瞬间就生出了极高的热量，把这些小碎屑给点着了。它们在几万米的高空里化成一道道亮光，转眼就烧了个精光。这个壮观的景象也就是咱们在地面上老盼着的流星雨了。哈雷彗星这条特殊的轨道每年给咱们捎来2场特别有名的流星雨，一场落在每年5月初，流星瞧着像是从宝瓶座那个方向辐射出来的，所以就被叫做宝瓶座流星雨。另一场则冒在10月下旬，也就是好多天文迷都特别熟的猎户座流星雨。这可真是一种奇妙的很的缘分。每逢5月或者10月的夜晚，你站在星空底下，望着一道道流星划破天际，赶忙闭上眼许个愿。你以为自己是在冲着天神祈祷，可实际上呢，你瞅见的每一颗流星都是几十年前甚至几千年前那个鼎鼎有名的脏雪球打这儿路过时掉下的一小块渣渣。咱们对着流星许愿，说白了本质上就是盯着哈雷彗星的头皮屑发呆呢。这种跨越时空的浪漫馈赠确实让人打心底里咂摸出宇宙的奇妙。不过呢，光是捡人家掉下来的灰可喂不饱人类那点好奇心。
好几百年来，咱们一直是在地球上拿望远镜远远地瞅着它。可时代变了，人类的科技在20世纪迎来了一场大爆发。既然它70多年才肯登门一回，那咱们干嘛不逮住这个机会，亲自上门去搞一场前所未有的亡命拦截？这场前所未有的亡命拦截就发生在1986年。那会儿，地球人派出了一支由5个探测器凑成的国际哈雷舰队去主动截它。在这支多国合伙攒起来的队伍里，乔托号领的任务最玄乎。这5位勇士当中，苏联和日本的探测器主要负责在外围打配合，隔着几万公里的安全距离拍照或者测数据。可乔托号的任务却完全是另一码事，他领的这趟差事用亡命之徒来形容都不为过。他得直挺挺地冲进彗星最核心的地界，去贴近了瞅一眼那颗被厚厚尘埃裹着的彗核，到底长什么模样？这个任务到底有多凶险呢？咱们前头讲过，哈雷彗星贴近太阳的时候，它身上那些冰坨都在猛烈地喷发，正拿极高的速度往外撇岩石碎渣。乔托号一头冲进去，就等于是在枪林弹雨里裸奔。更要命的还有速度，哈雷彗星是逆着太阳系的交通流在跑的，而乔托号又是顺着地球的轨道飞过去的。这就好比2辆在高速公路上迎头对开的汽车撞个正着，两者交汇那一刻的相对速度高达每秒68公里。你想想看，在这么骇人的速度底下，哪怕就撞上一颗绿豆大的沙子，那威力都跟挨了一发反坦克穿甲弹差不离。为了保命，工程师们给乔托号量身打造了一面特制的防弹盾牌。这面盾牌分了2层，前头是一层薄薄的铝板，专门负责把撞过来的沙子砸成粉末，后头则是一层厚厚的凯夫拉纤维，也就是咱们地球上用来做防弹衣的那种料子，负责把那些碎粉给拦住。一切都被停当了，最揪心的那几秒钟总算到了。1986年3月14号的深夜，乔托号头也不回地扎进了哈雷彗星的彗发里。随着距离越拉越近，迎面扑上来的尘埃就跟暴风雨似的，噼里啪啦砸在防弹盾牌上。探测器上的麦克风甚至录下了那种密不透风的撞击声。就在乔托号离彗星核心只剩下596公里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颗大约1克重的碎石以每秒68公里的速度狠狠砸中了探测器。这股强烈的冲击力一瞬间就把乔托号打得失了平衡，它开始在太空里剧烈地打起了滚，天线偏离了地球的方向，控制中心的屏幕上当时就断了一切信号。当时所有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都以为这位勇士已经粉身碎骨了。可熬过了漫长又煎熬的半个多钟头，奇迹出现了。乔托号顽强地稳住了姿态，重新把天线对准了地球，把那些拿命换回来的珍贵数据一股脑传了回来。当那张人类历史上头一张彗星核心的近距离彩色照片蹦上屏幕的时候，整个科学界都沸腾了。照片上清清楚楚地显出一个长得有点像花生的黑暗天体，表面布满了坑坑洼洼的撞击坑，好几道明晃晃的气体喷流正从这些坑洞里往外喷。这张照片彻底给几百年来关于彗星到底是啥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它无可辩驳地坐实了那个说法，哈雷彗星就是一个脏兮兮正没完没了融化着的大冰坨。乔托号用一种近乎自杀的法子替人类揭开了这颗千古明星最后的底牌。既然它每回贴近太阳都在大把大把地掉肉，那它还能撑多久呢？等着它的结局注定是一场漫长的死亡倒计时。在这场漫长的死亡倒计时里，哈雷彗星并不是一台走得精准的钟。你要是仔细翻翻历史记录，就会发现它回归的周期压根就不是一个钉死不变的数。为啥会这样呢？原因主要有2个。头一个就是引力的搅扰，天文学上管这叫射动。哈雷彗星的大椭圆轨道
一路上要经过木星、土星和天王星这些庞然大物的地盘。尤其是木星这个引力霸主，每回哈雷彗星打他身边路过，木星那股强横的引力都会或多或少地拉扯他一下，让他的轨道悄悄发生偏移。第二个原因就出在他自个儿身上了。他每回贴近太阳的时候，表面都在猛烈地喷发气体和尘埃，这些物质生出一股反作用力，就像他身上装了几个不规则的火箭发动机，喷发的时间和方向全是撞大运的，闹得他的飞行轨迹随时都在起些变化。这种现象被叫做非引力效应。这两样因素叠到一块儿，让哈雷彗星的轨道充满了混沌和捉摸不定。你想精确算准它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蹲在哪儿，几乎就是一件没法完成的差事。不过虽说位置很难算准，但有一桩事是板上钉钉的，那就是它的死亡倒计时。它现在大约还剩几百亿吨的质量，瞧着挺唬人的，对吧？可它每绕太阳一圈，也就差不多大半个世纪，就得耗掉20亿吨物质。这么一道简单的除法算下来，单靠它身上剩的那点冰坨，最多也就够它再跑上1000来圈了。1000圈听着好像挺久，可搁宇宙那把时间尺子上量，连眨一下眼的功夫都算不上，大约再过不到10万年，这颗曾经让人类敬畏得不行的扫帚星就会迎来生命的终点。到时候，它身上所有的水汽和挥发性物质都会被太阳烤得干干净净。这颗脏雪球会彻底丢掉那条华丽的尾巴，只剩下一具干瘪的空壳。它会沦落成一颗普普通通的小行星，在黑漆漆的太阳系里默默无闻地飘荡，甚至它的结局说不定还会来得更惨。随着内部的冰层耗光，它的骨架会变得又松又脆。要是在某次经过近日点的时候，太阳的潮汐力发威，这具躯壳就直接崩了个稀碎。无论是哪种下场，它终究逃不过一去不回头的那天。但在那之前，它依旧默默见证着生命的一次次轮回。这种见证在文学巨匠马克·吐温身上体现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1835年，也就是哈雷彗星光临地球的那一年，马克·吐温呱呱坠地了。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冥冥之中真攒着某种说不清的联系。他老人家到了晚年，常常对着天空半开玩笑半当真的感叹，他说自己是1835年跟着那颗彗星来的，这辈子算是体验够本了。等下回那颗星星再转回来的时候，自己估摸着也就得跟着他一道走了。当时身边的朋友都只把这话当成大文豪的一点浪漫遐想，可谁又能料到，就在1910年，当哈雷彗星刚刚越过近日点，正在夜空里抖落它那绚烂光芒的第二天，马克·吐温就在睡梦里平平静静地走了。这一份一个人跟一颗星星立下的生死契约，竟然真的兑了现。这个故事啊，让人听完难免心里泛起些感慨。你仔细掂量掂量，就会发现76年这个数字微妙得很，它刚好差不多就是一个普通人一辈子的长短。在这茫茫宇宙里，哈雷彗星就像一台准时得不行的宇宙级时间校准器，每隔约莫3代人的功夫，它就会从遥远的深空赴约而来。它上一回登门是在1986年，那时候好多听故事的朋友可能都还没出生呢，地球上的互联网才刚刚起步，智能手机更是连个影儿都还没有。现在让咱们把镜头拉回到眼下，这颗孤单的旅行者正待在冷得刺骨又暗得瘆人的海王星轨道之外。他刚刚转过身，才踏上一段漫长的归途。在接下来的这几十年里，太阳的引力会一个劲儿地给它加速，它会越跑越快。要是顺利的话，等到了2061年的7月，那将是一个盛夏的夜晚，它会再一次拖着长长的尾巴，准时现身在咱们的夜空里。到那个时候，你多大了？你身边又会坐着谁，陪你一起抬头望星空？咱们人类的科技又会往前迈到什么样的地步？咱们会不会已经能在火星上喝咖啡了？
甚至直接去彗星上投采矿了呢？这一切的答案都得等这颗见证了人类从恐惧走到觉醒的彗星回来给咱们揭晓。但愿到了2061年的夏天，当咱们抬起头望着那颗熟悉的星星时，回想起今天一块度过的这段时光，会觉得它同样闪耀。要是你喜欢这段跨越了76年的星空之旅，不妨点个赞或者分享给朋友，也别忘了随手点个订阅。宇宙这么大，咱们下期接着一块探索。